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玛丽佩恩咖啡馆，确实可以见得到纪念碑。我怎么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错误呢？7月15日下午3点。玛丽佩恩咖啡馆，纯奶咖啡，纪念碑和纯奶咖啡都没有错。3点15分。7月15号，2年前，7月15日，萨尔瓦。喂，何罗源，钱天心很有可能并不是老 A。这不可能，他交代的时间、地点还有保罗的特征都对得上啊。我刚查了，2年前7月15号，萨尔瓦，暴雨。又来了，公安审完，检察院审。嗨，我说你们是不是闲着没事可干啊？还是我钱天心的脑袋特别值钱？你们都抢着来触我眉头呢？钱天心，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对你进行相关讯问，请你如实回答。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之前的审讯可都是摄像机全程录像的，你不知道去翻之前的录像吗？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好，那我再说一遍吧。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的见面，他当时还迟到了大概7分钟。我们约见的地方是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路程的萨尔瓦港 Carrylands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果的纯奶咖啡，满意了吗？你在说谎。说谎？哼，没事儿啊，你要觉得我说谎，你可以去翻录像啊。要是有一条对不上的话，那就算我说谎了。再说了，你说我废寝忘食的说这个谎干啥呀？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 A，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非得让我承认啊。我现在认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啊？我查过那天天气，那天萨尔瓦下起了特大暴雨，
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你说你和保罗是在玛丽佩恩咖啡馆喝的咖啡？钱天心，你究竟知不知道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咖啡馆？他们用推车进行制作，在外面摆上桌椅来招待客人。那天，你和保罗就坐在特大鲍鱼里面，喝着纯奶咖啡。是吗？哦。不过你想想，这毕竟是2年前的事情了，这有些地方记不太清楚，也挺合理的吧？好，那我就再问你。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组织、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含糊其辞。钱天心，我们可是查看过你所有的服务器，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诈骗团伙，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谁给你的个人信息？我都跟你说过了，是郭静安提供的，有的是下面一些小虾米。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我是不负责的，我根本就没有怎么过问。你说什么？低级？你知不知道非法收集公民信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是郭景安那种小作坊能提供得了的吗？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了我不怎么过问这些事情，不可以吗？不过说真的，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像，也就是你走了正，我走了邪。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我先出去一下。A 国那边接到我们的协助请求之后，立刻提审了保罗。保罗也记不住到底是哪天了，但他确定就是钱天心说的那个地方，而且那天他们喝的确实是 A 国的纯奶咖啡。那他有没有认出钱天心的声音？他说就是钱天心给他打的电话，但是跟他见面的是个老头。老头？嗯。他还说，那老头应该是经过化妆的，因为那个人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只像女人一样白的手。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确认钱天心就是老爷？我知道了，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我们要准备起诉钱天心。我先进去了。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汇泉集团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瓶颈期。往前一步，我们可以争夺到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后退一步，将会陷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眼下网络短视频的兴起，不光是对网络长视频平台，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行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处于绝对垄断的支配位置。那么想要盈利，就必须得撑过去了。等到其他几家公司率先扛不住，玩不起竞价游戏，自然就会让出一定比例的生态位，那么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对，说的对，是。因此，我认为，眼下我们不该去计较营收的多寡，或是一城一地得失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越要挺住，逆势推出我们的新款产品，加大力度去争夺整个市场份额。按照我们公司制定的新计划，我们下一步的拓展方向将是致力于汇泉集团旗下的新款游戏，形成一个产业联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健康闭环。同时呢，再大力的去进攻其他平台的优势板块。我们撑得越久，
他们就越被动。别看其他几家公司的那些老前辈们，表面上是风光无限，其实暗地里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穷得开始默许自己旗下的主播开盘网络赌博，而自己呢从中抽水了。当然啊，网络犯罪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做，永远不能去碰，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因为之前在 F 国破获的网络犯罪大案，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舆论热潮，同时呢，再加上张小北的身影再度浮现，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我们公司不太有利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市场自然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我的演讲结束了。赵总，我说的没问题吧？你说的对，网络犯罪一定要坚决抵制。今天肖总的讲话非常的精彩，给我们在座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我现在特别由衷的感受到，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应该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肖总。董事长，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们大家的顾虑。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公司即将受到境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数额相当大。肖总所说的撑，我们不但撑得住，而且还能撑得赢。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肖总，恭喜你啊，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绩，干得不错。饭好了。哦，季凯，嗯，我看你最近这2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公司不是挺好的吗？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真的。那你快点来吃饭啊。好。呀，成功呢，真乖啊！哎呀，累死我了。你还知道回来啊？整天出去花天酒地找男人。哎，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计算机，哎，我脑子都要炸了。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这个东西我真的学不进去。再说了，我们已经干这行了，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学给谁看啊？不是你到底又怎么了啊？我知道，你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上岸，但是你知不知道，自从我第一次拿刀为你去砍人，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我学会计算机，又能怎么样？我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那我问你，你想干嘛？我想帮你，我想帮你做事情，不管是骗男人的钱，还是放高利贷，我都可以帮到你。帮我？怎么帮我呀？帮我放一辈子的高利贷，还是带小弟去砍人呢？我告诉你，做黑社会，我用不上你。你现在看这些书给我学习，就是在帮我，明白吗？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老 A 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对吗？你逼着我学计算机，也是老 A 告诉你的，对吗？对啊，怎么了？人家说的没错啊。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不到2年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啊，你是看不上，你觉得我做的很低级。不过你要明白，我这样做是在为咱们以后铺路，而你现在做的就是在为我铺路，懂吗？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的，到时候你就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如果天塌下来了，我帮你扛着，我不会让你出事儿的。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再想怎么选，你再自己选吧，好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把你捞出来，我就进去陪你。我信，我信，我特别相信。好好看吧，季凯，菜都凉了。哦，我去洗手。你说的这个资料我早上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编进了我的举证提纲里。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姐，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出事了，姐。怎么了？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什么？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出庭作证了。不是，这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呀？我都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的证言那么关键，他亲眼见证过钱天心的所有犯罪，他出庭作证，让我们对钱天心定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都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反悔了呢？是啊，姐，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他跟我说，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人骚扰他。他本来下定决心想要正常生活了，但现在根本回不去了。他还说，要是出庭作证的话，就更没法清静了。不是，你刚说谁骚扰他？你没看新闻吗？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魔窟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对，跟我们说一下吧。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魔窟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们最好别去招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小北，小北，现在网络上对于你跳河之后死而复生的新闻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舆论，网友们也在纷纷讨论。有人说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庞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死亡作为噱头，吸引关注，扰乱社会秩序。对此，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你是聋了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商人，需要休息。你们，我是罗小婷。你跳河之前还给我发过私信。小北，我想你不想，你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我要不是看在之前那件事的份上。哎，小北，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接受采访，我们这里是医院，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预约，就是不行。况且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病人的休息，请你们马上离开。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个晚上了，而且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有自由选择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对呀，我们是有记者证的呀。为什么不能过去？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我们是有记者证的，为什么不让过去？那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1款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科学、教研无法正常进行，情节较为轻者，处以警告并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为重者，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安妮姐，小婷，来让一下。哎，她就是江城市检察院那个安妮吗？没错，她就是远赴 F 国办案的安检察官。那可比张小北还有采编价值啊！走，快走。安检察官，安检察官，请留步。安检察官，耽误您半分钟时间，简单聊2句可以吗？请问您亲自来找张小北了解情况，是因为张小北身上还有重大信息吗？请问张小北是否如网上传言一般，对于你们此次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小北确实是你们现任吗？各位记者朋友，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来回答你们这些访问，但绝对不是现在。刚才在那里我跟你们普及了治安管理法，现在我想向你们普及一下刑法。妨碍社会管理罪中第293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较为恶劣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是拘役。还有，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未经张小北同意之下强迫他接受采访。当然，你们有自由选择采访别人的权利，但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和人格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你们是抓到一个大热点了。可是有人真正关心过在病房里的张小北吗？他经历了他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事情，我希望他不会再受到刺激和伤害，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保护好他。谢谢。小北，起来吧，那些人已经走了。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不会再来打扰你的。哎，你想的差不多行了啊，不至于因为这么大点小事躲被窝里哭鼻子吧？我还没让你陪我电脑呢。行了，别装了，多大的人还得哄啊！起来，小北。不是，哎，何乐园，是我，帮我找个人。我知道现在不是你的上班时间，属兔子那位又不见了。喂，是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特堵得慌，特迷茫，我想跟你见一面。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知道我从那帮记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吗？比从前天新的出来还难。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见我，我就再直播调和一次。你知道我做得出来。好，我去找你。你别进来！你家就住这儿啊？进去说话去。哎，打呼干嘛？有男人？是这样。妈妈，你快来啊！动画片要开始了。小宝，妈妈跟着哥哥出去聊点事儿，马上回来，你乖乖在家待着。妈，我们出去聊吧。行。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跟你儿子成一辈了，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那你儿子呢？他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哪怕你说的再过分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把她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也不知道后来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我走的时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次取保候审，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进去。反正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小宝了。取保候审？你之前不是被拐到那儿去的吗？再说也是郭景安强迫你那么做的，不是吗？小北，其实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我当时那么着急离开中国，是有原因的。妈让你出去挣钱，你呢？跟客户还摩擦出感情了是吧？我没有。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吧？哎，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姓什么？你知道吗？公安已经盯上咱们了。我每天在外边那么奔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收几张卡，多挣点钱，好带着孩子跑路吗？你倒好啊，还反给人家那么些钱，钱都给谁了呀？问你话呢！我只是把一小部分钱还给了那些我骗的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嘿，哎呦，装什么好人呐？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清高、特伟大啊？你没忘了吧？当初帮我从学生手里边收电话卡、银行卡的可是你呀！要没有你，我生意还真做不了那么大。咱们俩是一路人，我要翻了船，谁他妈都别想跑掉。你知道现在公检法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有多猛吗？就咱们这种收电话卡、银行卡的，也叫那什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都他妈得坐牢啊！抓的就是你我这种人呐！以后那孩子就是贼娃子啊，没爹没妈那种。我也是我，求求我吧，我在这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要是继续下去，不是被打死就是去坐牢。要是能够出去，赚点钱，再把小宝接走，再苦再累我都是愿意的。嗨，那也容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F 国那边还招工呢，都是好工作，1年赚个100来万都不是问题。而且那边到处都是大老板，像你这样的条件，还愁赚不到钱啊？我认识几个条件不如你的姐妹，在那边都发了大财了。真的吗？那我可以马上去的，我明天就能走。所以我才是那个傻子，我彻彻底底的迷上你了，但是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到现在都像个傻子。对不起，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之后一定会找一个正经的工作，我慢慢打工。我把你打赏给我的钱，我都会慢慢还给你的。你欠我的钱，你打工还？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拿什么还？我可以，我会慢慢还给你。我不要你还。郭景安已经进去了，你还有的选，我们还有机会。真的，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重新开始的。真的。你够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是个有希望的人，你看得见未来，我不是。我害了像你一样的那么多的人，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来得及，你不一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去
去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小宝还在家等我。哎呀，你跑什么呀？小北，小北，哎呀，你倒是帮我喊一声啊！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前天星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呀？他不会出事儿的。你想想，大晚上的，什么人来公园啊？啊，谈恋爱的情侣跑这儿来，要不就是跳广场舞的，他来干什么呀？那他能去哪儿呢？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见到谁？梁颖啊，马上就见不到了，他肯定去找梁颖了。放心吧，明天他就会出现了。那我明天再找他。啊？你确定啊？这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种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恨不得24小时待在一起。啊？那回去吧。回去不得往这，你又去吃那家面啊？走走走走。哎呀。整理的怎么样了？整理一部分了，姐。这个是我整理好的。所有卷宗的顺序都要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啊，你要按照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地位等级列成犯罪组织架构图，以每一个被害人作为事实基础，将每一个底层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事实都放在一起，这样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犯罪数额也就会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将每一个小组长带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进行分类归纳，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数额也都会一目了然。每一个团队放在一起，每一个站点放在一起归纳，这样所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所涉及到的以及各自认定的犯罪次数和数额也就全部都出来了。好像有点道理啊。按你说的话，再复杂的案件都能清晰有条。这只是基本功，下一步就每起事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必须要让每起事实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样这个案件就能办成天案。重做吧。爸，我回来了。你回来了？你还是叫我老东西吧。突然叫我爸，我总感觉不适应。总是觉得你又要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姐姐一样。
爸，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笑什么？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不，我信，我信。爸，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我。这次我闯这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你不打我，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也行啊，爸。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不可救药，埋怨你不像你姐姐那样优秀。但是，当父母的总是抱怨孩子啊，不让自己满意。我总感觉自己一直都欠着对孩子说一声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爸，我想我姐了。爸。你可真行啊，张小北啊！对不起。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回对不起我们了。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次工作我一定会去。你好，钱女士，初次见面，我姓吴，我是你家人为你聘请的辩护律师，之前您在委托书上签过字的。你好，吴律师。根据公告，江城市检察院已经收到了起诉书，5天之后将在江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情况对你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涉及到多项重罪，其中涉及到网络犯罪的罪名有7项，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的罪名又有7项。此外，还涉及到非法组织偷越国境等罪名，总共有19项。你的案子实在是过于的复杂，很难有以往的案例可循。但是呢，我仍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从轻处理。谢谢你啊，吴律师，我能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不过麻烦你转告我的家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我才那么快的招了。我真的不希望再这么苟延残喘下去了，我只想有个尽快的了结，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钱女士，
我非常的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钱女士，出于我的职责所在，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我不管您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争取到最大的权益。你让他放心吧。哎，雪婷，找什么呢？哦，我找本法律的书。今天有粉丝想让我聊聊钱天星的案子，我想好好查查。给，这本，你拿去看看。谢谢爸。啊。哎。听我们同事说，你们的人在医院等着采访之前跳河的张小北。慧泉派人盯着张小北，爸，你口口声声说慧泉是干净的，他们要是不心虚，怕张小北干什么呀？你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们同事是去医院挂号，无意中看见你们的。是，你们慧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慧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慧泉无意中干的吧？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